这口破铁锅早就该砸了。镇上我的宝泉酒楼全套不锈钢设备，半小时能上30桌，便宜足足30%。哎呦，宝泉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陈师傅真对不住啊！我儿子结婚当然得选又气派又省钱的。宝泉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8年是谁手把手把你教出来的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啊！我可是为了舅舅好，他太笨了，做个流水席，好肉好油不要命的往里放，我这叫教他做生意。做席就是做人，锅底下的火骗不了人，盘里的肉骗不了嘴。为了省钱用那些烂心眼的料，迟早要遭报应的。舅舅，我不信报应，我只信钱。镇上首富郑老爷子的80大寿100人席已经定给我了。至于你，以后就抱着这口破锅去给村头要饭的做善事吧。随他去，他偷得走菜谱，偷不走火候。给口吃的吧，求求了！去，哪来的叫花子？今天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，滚一边去！啊，大伯，添双筷子，添点福气。吃吧，娃。到了陈家灶的地盘，管饱。行了，小子，你那手抖的连抹布都攥不到，再摔碎几个碗，老陈今天这趟活就算白干了。宝全，去拿热水洗洗，这大冷天的，别落下病根。宝全，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，地上凉。舅舅，我打工被人骗光了钱，要是您今天不收留我，我就只能饿死在外面了。您收我当徒弟吧。这小子心眼比筛子还多，拜师还带认亲的，两头占便宜。自家娃不用跪。舅师傅，您答应了，入了我陈家灶的门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干咱们流水席这行，是勤行也是苦行。做席的人心里不能只装钱，还得装着一村子人的嘴。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舅师傅您放心，我刘宝全发誓，以后一定跟您好好学手艺，绝不给您丢脸。规矩本分，赚不到大钱我拜你干嘛？等我把你这套学会了，你看我怎么赚钱。宝全，干厨子这一行起得比鸡早。走，跟我去灶台。好嘞，舅师傅，这就来。今天学什么？切菜还是颠勺？今天不学切菜，也不学调汁儿。第一堂课认锅。舅师傅，这不就是口普通的生铁锅吗？有啥好认的？普通铁锅，小子，这口锅要是拿到镇上，给老陈换个金元袍他都不换。这20年，他炒过几万斤肉，熬过几万斤汤，锅里的每一道纹路都吸饱了油水和火气。你摸摸，这叫养锅。新锅是生色的，只有经过千百次的淬炼，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。舅师傅，我懂了。好，既然懂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给这口老锅做保养。生火，用温火把猪皮里的油脂全烤出来，一点点擦满锅身，擦不过2个时辰不许吃饭。什么狗屁命根子，一口破水锅还当个宝。发什么愣？该你了。今天上午把这筐萝卜全切成丝，要求跟我一样细。你切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饲料吗？刀要稳，手腕发力，眼睛看着刀刃。重来。孙大爷，不切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？镇上饭店全用的多功能切菜机，插上电，1分钟能切100斤。机器切的那叫死物，人手切出来的才顺着菜的纹理，炒出来才有灵魂，连刀都拿不稳。你当什么厨子？宝全，嫌累了？舅师傅，您看，捷径谁都想走，机器是快，但机器不懂火候，不懂人心。这些剪子和疤是我陈家灶的底气。舅师傅，我懂了，是我心浮气躁，我切，我这就切。宝全，看好了，今天教你咱们陈家流水席的镇桌大菜红烧肉。哦，舅师傅，这秘方是不是得放什么名贵中药材，还是有啥特殊的香精？胡闹！
真正的味道从来不靠那些邪门歪道。第一步，炒糖色，火不能大，大了发苦；火不能小，小了不上色，这叫文火熬心。下肉。调料就这几样：八角、桂皮、葱、姜、蒜、老抽。但什么时候放多少，全在手上的分寸。保全，你给我记住，做流水席，一桌是这个味儿，100桌也得是这个味儿。舅师傅，这一锅得用多少极品五花啊？成本太高了吧？我们在镇上饭店都是买便宜的冷心肉，再加点肉保王提香，吃起来差不多，利润能翻1倍呢。哼，吃起来差不多，那是糊弄鬼！你当主家花钱请你是来吃香精的？尝尝。太好吃了吧！这发财了！如果我把这手艺学到手，再用便宜的边角料肉去批量做，这利润绝对能让我赚翻。嘿，正好解解馋。你小子干什么呢？懂不懂规矩？主家的席面还没开，厨子在灶台上偷嘴儿。哎呦，孙大爷，您喊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块碎油渣吗？这锅里这么多，少一块主家又看不出来，你这是破了行规。老孙，怎么回事？大呼小叫的。老陈，你问问你的好徒弟，这小子在灶台上偷吃油渣，还顶嘴，这种没规矩的混小子，趁早赶走。舅师傅，我就是这2天切菜干活太累了，肚子实在饿得发慌，才忍不住尝了一口。我错了，您别赶我走。下次想吃，正大光明的盛出来吃，别在锅里捞，坏了规矩。谢谢舅师傅，我记住了。等我把你的本事全学到手，我的规矩才是规矩。老陈啊，老陈，你这是养虎为患呐！保全，你跟我学了半年了，今天交给你个任务，3号锅那桌糖醋鲤鱼，你来掌勺。好嘞，舅师傅，您就盛好吧。灶台前没有出风头，只有责任。一桌菜好坏，砸的是主家的面子，以后稳着点。老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看看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兜底。让这手艺绝了！老陈啊，你可是享福喽！保全现在这颠勺的架势，比你当年还要威风。大伯，您这话可折煞我了。没有舅师傅，我8年前就饿死在街头了。我舅师傅那就是我亲爹。行了，别耍嘴皮子了，灶上不能离人。今天最后一道大件全家糊，你收好尾，别砸了招牌。得嘞，您就歇着吧，看我的。谁稀罕接你这个破烂摊子？老全，今天这场席，这5000块钱你拿去存着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5000，舅师傅，咱们今天可是做了整整30桌大席，累得我腰都快断了。到头来连本带利就赚这么点辛苦钱，舅师傅，我看您就是老糊涂了。您知不知道镇上那些饭店是怎么干的？人家一桌席收费是咱们的2倍，用的全是便宜的冻肉。你小子放什么屁？冻肉和预制菜那是混鬼的。咱们陈家灶的招牌是靠真材实料和手艺打出来的。你个切菜的老绝户懂什么？这叫商业模式。你们天天守着这口破铁锅，守着你们那不值钱的规矩，穷死活该。保全，你再说一遍。舅师傅，我说错了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您愿意一辈子当个村里的泥腿子厨师，我不愿意。老陈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这是翅膀硬了，要飞了。这小子的心早就飞了。哎，老陈，你别搁这装聋作哑了。昨晚那小子的眼神你没看见？那是一头饿狼的眼神。这8年你教他手艺，给他开工钱，把他当亲儿子养，结果呢，他嫌你给的少，嫌咱们规矩多。老孙，你劈柴劈出火气了。保全他才30出头，连个媳妇都没成，天天在这乡下闻油烟味，换了谁心里没点想法。这世道变了，满大街都是赚快钱的人。他觉得自己手艺成了，想出去闯荡，想挣大钱，这都正常。难不成我能拿铁链子把他拴在这灶台上熬一辈子？想挣钱我不管，但他走的是歪门邪道。你听听他昨晚说的那叫什么混账话？用劣质冻肉，用预制菜糊弄主家，还管这叫商业模式？喂，王经理吗？对，我是保全。您镇中那家2层楼的商铺我租了。您放心，只要我这保全酒楼一开张，价格压低一点，我保证把他手里的主家全都抢过来。
老陈，明天赵婶子家那场升学宴，点名要吃你做的八宝全鸭。保全那小子呢，赶紧把他叫起来推鸭皮啊！让他多睡会儿吧。昨晚跟我发了那么大脾气，估摸着大半夜都没睡着。刘宝全，你打扮的跟个汉奸似的，拖着箱子要干什么去？鸭毛不拔了？舅师傅，鸭毛我就不拔了。我在镇中心租了个2层楼的大铺面，准备开个保全酒楼，今天就搬过去。你说什么？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死老头子，你说话放干净点，我这叫自立门户。我在这破院子里白干了8年，切了几年菜，我欠他的早就还清了。老陈，你说话呀！你平时不是最讲规矩吗？这小子坏了行规，我今天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住手！去吧，出息就好。还是舅师傅深明大义。那行，您老保重。等我那保全酒楼开业了，您要有空来给我捧个场。老陈呐，你糊涂啊！王老板、李总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今天全场8折，让大家尝尝什么是真正的大酒楼手艺。怎么样，大军？大军跟着保全哥干，比在陈家灶强100倍吧？保全哥，咱们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跑了，陈师傅那边会不会出事啊？今天赵婶子家可是有30桌的单子，缺了咱们俩打下手，陈师傅和孙大爷2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怕什么？你看在这里多轻松，把这些塑料袋里的菜往锅里一倒，加热一下就出锅了，这多省事儿啊！小兰说的对，大军，你就是死脑筋。你们俩给我好好干，等我把这10里8乡的流水席全垄断了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跑了！大军和小狼这2个小兔崽子，天没亮就卷铺盖跑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老陈啊，赵婶子家30桌席马上就要开席了，光靠咱们2个老骨头，怎么可能忙得过来？刘宝全这小畜生，不仅欺师灭祖，这是要釜底抽薪，活生生逼死咱们陈家灶啊！心不在了，留着人也没用。老孙，你拿刀切配，我一个人看3口锅。只要我陈望田的手还没断，这陈家灶的火就灭不了。干活！各位大伯大婶儿、叔叔阿姨，咱们乡下人办个喜事儿不容易，你们请我舅舅陈望田办大席，一桌最少得600块打底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老陈说现在肉价涨了，好油好料成本高，600一桌，他都说是不赚钱，交个朋友。交个朋友，王队长，他那是把你们当冤大头啊！同样的30道菜，有鸡有鱼有蹄膀，在我保全酒楼订席，每桌只要400块。400，便宜了200块，那30桌席算下来得省出6000块钱啊！这都能买台大彩电了。你看这菜单上印的，这肘子多红亮，这鱼多大！保全啊，400块一桌，你真能做出这个效果？我保全在镇上是有头有脸的老板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不像我舅舅那个死脑筋，我是大批量进货，有自己的进货渠道，所以成本低。我这叫回馈乡亲。保全啊，婶子下周家里办酒，本来是在你舅舅那儿交了500块定金的。你要是真能400块一桌，还比你舅舅有面子。婶子现在就把单子转给你。赵婶子，只要您把单子转给我，我不光给您400一桌的底价，我还免费送您2瓶镇上大超市卖的高档红酒，让您在亲戚面前面子拉满。行，婶子这就去老陈家把定金要回来。陈望田，你不是最清高吗？你不是规矩多吗？我看这10里8乡，谁还会去吃你那昂贵的死脑筋饭？老陈，赵婶子这次可是下血本了，这土猪肉30块钱一斤，比平时的贵了1半。咱们这手艺搭上这好料，下周这30桌大席，绝对能让那些人把舌头都吞下去。赵婶子是老主顾了，
10几年家里的红白喜事都在咱们这儿办，他信得过咱们，咱们就不能糊弄人家。赵婶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菜都备得差不多了，您看看这肉这油全按照最高标准挑的，您绝对放心。老陈啊，那什么，今天真是对不住了，我这趟来是想退单的。婶子，您开什么玩笑？下周2就犯事了，我连最难熬的高汤都吊上了，是不是菜单哪里不满意？咱们可以再改。不是菜单的事儿，老陈，咱们也是老街坊了，我说话直你别见怪。人家宝泉酒楼一桌只要400块，你这儿却要600，30桌那就是6000块的差价呀！我儿子刚结婚，家里到处是用钱的地方，能省点是点。这席我不在这儿办了。赵大脚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600块一桌贵吗？你看看这肉，这是昨天刚杀的土猪，你看看这油。那刘宝全400块一桌能给你吃什么？那是冷库里冻了半年的僵尸肉，是泔水里提炼的地沟油。你为了省那几个黑心钱，就不怕把你家亲戚吃出毛病来？老头子，你胡说什么？人家宝泉酒楼那是星级大饭店，能用僵尸肉，你们就是嫉妒人家生意好。别废话，赶紧把我的500块定金退给我。住手！老孙去里屋拿定金给婶子。老陈，料都备了，按规矩定金不能退呀！我让你去拿。老陈叔，这真不怪我，我们家老爷子说了，这年头挣钱难，宝泉酒楼那边不仅便宜，人家还承诺送2场免费的表演，定金我们也不全要了，您退一半就行。全退，拿好，慢走。陈师傅，下个月我孙子的满月酒，哎呀，宝泉那孩子昨天亲自开车去我家，说400一桌还送大龙虾，这差距实在太大了。400块一桌送大龙虾，你长没长脑子？那叫变质小龙虾，合成的肉。你们这帮瞎了眼的，全被那小子骗了。老头子，你活该没生意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啊！老陈，他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！8年的情分，他连一条活路都不给咱们留。走就走了，别伤了最后的脸。这是他们主家的选择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咱们去闹只会让别人看笑话。陈家造的脸面得干干净净的。王老板，您看这肉，昨天刚杀的，紧实的很，我实在是家里用不上了，您就按进货价回收行不行？我绝不让您亏本。老陈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这也算是2手货了。这样吧，市场价折半，我勉强收了。折半？这我亏的太多了，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呀！哼，那你就拉回去，自己炖了吃呗。哎呦，这不是我那10里8乡最有名的大厨舅师傅吗？怎么今天没在灶台上颠勺，跑这儿当起2手肉贩子来了？来处理点食材。你的店开得挺红火。托您的福，舅舅，我知道您最近被退了几10单，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但这真不怪我。现在这社会讲究个优胜劣汰，舅舅。这就是生意，别往心里去。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！老陈啊，你看看这院子，往年这个时候，咱们一天得跑3个村，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现在呢，连个鬼影子都上门。都是刘宝全那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他用那些猪狗不吃的化学料，咱们10里8乡的主家全骗走了。凭什么？好人就该饿死，坏人就能发财吗？
老天爷瞎了眼啊！老孙，别喝了，醉了伤身，燥冷了可以再烧。人心要是急躁了，这手艺就彻底废了。手艺，老陈，你告诉我，咱们留着这手艺还有什么用？我给鬼吃吧！只要我陈望田还喘着气儿，这口锅就总有热起来的一天。爸，孙爷爷，我放假回来了。今天接了哪村的席啊？您的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？小雨回来了，没事儿，家里能出啥事儿？就是最近淡季，没接什么活，当时给你爸放个假了。小雨，你别听你爸骗你，这陈家造的活儿全被刘宝全那个白眼狼给抢光了。刘宝全怎么敢？当年他快饿了的时候，是您把他领进门，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您能忍，我忍不了。小雨，听爸的话，把扁担放下。刘宝全现在满眼都是钱，他已经疯了。爸就是个颠勺的粗人，这辈子被人踩了也就踩了。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就是爸的命。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这天就塌不下来。老院长，您怎么大老远跑来了？快，屋里坐。老陈啊，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个忙。马上就是重阳节了，院里的20几个孤寡老人，平时清汤寡水惯了，过节了就想吃顿像样的大肉。可是这是院里大家伙凑的钱，满打满算只有150块。你要是觉得为难，就当老头子我今天没来过。150块，老院长，现在这物价，这点钱买几斤好肉就没了，连油盐酱醋的本钱都不够啊。是啊，是我老糊涂了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老院长，这活儿陈家造接了。老陈，你可别勉强，这点钱你得往里倒贴呀。老孙，别磨叽了，去把后院那2只咱自己养的老母鸡拿来，把那块舍不得吃的腊肉给我取下来。咱们今天不为挣钱，为这20几位老人办一场最顶级的重阳席。得嘞，开灶！汤熬透了，老孙上菜。老陈啊，这菜太丰盛了，我们这点钱连零头都不够啊。老院长，这钱您拿回去，给大爷大妈们添几双过冬的厚袜子。今天这顿饭算是我陈望田孝敬长辈的，1分钱不收。趁热吃，要是不够，锅里还有。好吃，这是我娘活着的时候给我炖的鸡汤味儿啊！老陈啊，虽然咱们今天倒贴了老本，但我这心里怎么比赚了1万块钱还痛快呢？哟，这不是咱们10里8乡的大厨陈望田吗？这一大早的拉着口破锅干啥去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人家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儿，昨天去给敬老院的那帮老头子还做大席去了。做大席，别往他脸上贴金了。敬老院那帮穷光蛋能有几个钱？哎呦喂，堂堂陈家造的掌柜被徒弟抢了饭碗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老陈啊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你就去求求保全吧，说不定能赏你个洗碗的活儿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你越去吵，他们越觉得戳中了你的痛处。可是我憋屈啊！咱们明明是在做好事儿，凭什么被那些瞎了眼的人戳脊梁骨？老孙，灶王爷在天上看着呢，谁是人谁是鬼？时间长了，那锅底下的火一烧，味儿全能飘出来。保全啊，
婶子今天在村头看见你那个死脑筋的舅舅老陈了，他居然骑着个破三轮去给敬老院那帮穷老头做免费席了。啊！免费坐席，老陈这是被保全老弟挤得都没饭吃了，去敬老院换口汤喝呢。舅舅就是太死板，你们想想，这年头谁还愿意花大价钱去吃什么纯手工真材实料？大家要的是面子，我舅舅那套早就过时了。保全说的对，老陈那个窝囊废，活该他穷一辈子。陈家灶这3个字儿，以后算是彻底绝迹了。从今往后，这红白喜事流水席的天下只姓刘。要我说，陈望田就是个活王八，徒弟骑在他脖子上拉屎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可不是嘛？他那口破铁锅，估计都生锈长毛了吧？你们几个放什么狗屁！老陈去敬老院做饭那是积德行善。你和陈望田一样，都是淘汰的厨子。我今天非撕了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烂嘴！老陈，你放开我！这帮骂你啊！我今天拼了老命也要给你讨个说法。咱们的手是用来颠勺做菜的，不是用来打架的。跟他们闹，脏了咱们的名声。跟我回去。老陈啊，都快半夜12点了，这柴火都是花钱买的，现在咱1分钱进项都没有。你天天晚上烧空灶，这不是糟蹋钱吗？老孙，这铁锅就跟人一样，有脾气，有灵性。他吃惯了这烟火气，冷落他太久，不仅生锈，连那股子炒菜的底气都没了。底气，10里8乡的单子全被刘宝全抢绝了，咱们这口锅怕是再也等不到下锅的肉了。灶不能冷，灶不冷，冷了会儿就散了。这火不仅是给锅烧的，也是给咱们自己烧的。只要火不灭，陈家灶的魂就还在。李老三，你不是昨天刚发了去宝泉酒楼试菜的照片吗？来干嘛？哎呦，孙大爷，我下周给老娘办60大寿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老陈的手艺地道。老三兄弟，感谢借得过。老太太60大寿打算办几桌？什么标准？20桌，不过价格嘛，350一桌，怎么样？350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宝泉酒楼最便宜还得400呢。哎呀，你们现在不是没生意吗？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要求你们用好料。老陈，你听我的，肉你去买注水肉或死猪碎肉，鱼买死鱼炸一炸。油随便弄点4拉油，反正一帮农村亲戚吃，调料多放点，辣味咸味一盖，谁吃得出来？面子上过得去就行。李老三，你走吧，这活我接不了。老陈，你别不识好歹，20桌大几千块呢，你这穷酸样不想赚钱了？我陈望田是穷，但我穷的有骨气。我手里的刀不切烂心肉，我这口锅不熬地沟油。我做的席，做了就不能糊弄人。你想吃猪食，滚回宝泉酒楼去吃。我陈家灶不伺候。好，骂得好，哈哈哈哈！老陈，这才是咱们陈家灶的爷们儿。宝全哥，这肉太水了，一刀切下去全散了，根本切不成那种四四方方的大块红烧肉啊！主家要是看肉太小，肯定得闹。你是不是在陈望田那个老顽童手下待傻了？肉水多怕什么？放进冰轩里去，肉动一动再切，显得多，冻得像石头一样。看见没？冻硬了，切薄片，稍微一卷，下锅炸蓬松。装盘的时候，在底下垫上一层厚厚的白菜帮子。上面盖一层肉，看起来是不是满满一大盘？可是，王队长，今天这席办得气派啊！那宝泉酒楼排场就是大，盘子比脸盆还大，看得人眼睛都花了。老李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菜做的挺花哨，但总觉得差点意思。差点啥意思？
那红烧肘子不挺大一个吗？大是大，可是嚼在嘴里，满嘴的味精味和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怪味，没有肉香啊！你还记不记得以前老陈给咱们办席，那大铁锅一掀开，好家伙，那肉香味顺着风能飘到隔壁村。今天这菜看着好看，吃进肚子里就像吃了一肚子塑料假花。这会儿我这嗓子眼还直冒酸水呢。你别说，还真是。我刚才吃那盘炸带鱼，外面的面糊厚得像城墙，里面的鱼肉都碎成渣了，一股子土腥味。便宜没好货，这话真是不假。这亲戚们回去指不定怎么在背后骂我抠门呢。王队长，听说你家今天在宝泉酒楼大摆宴席啊，吃的咋样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啊！下次家里再有事儿，我宁可多花200块钱去请老陈出山，也不去吃这塑料席了。刘老板，货到了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别人要都不给，统统6块钱1斤。宝全哥，这肉不能要啊！这颜色不对劲，连个检疫印章都没有，这不知道是死了多久的病猪肉，吃死人要坐牢的。小兄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这都是正经渠道搞来的特价库存，爱要不要？不要我拉走送给隔壁镇的饭店。你懂个屁，滚一边去！老哥，别生气，这小子刚从乡下出来，没见过世面。这货我全包了，赶紧卸货！宝全哥，陈师傅以前说过，入口的东西就算不求顶级，也绝对不能碰这种烂心肉啊！你要是那么舍不得他，你现在就滚回那个破院子去擦冷锅。冻肉也是肉，谁吃得出？只要老子用大火一炸，加上辣椒和孜然，那就是极品红烧肉！哈哈哈哈！干什么呢？前面30多桌的炸油饼和干炸带鱼催了3次了，还不赶紧下锅？宝全哥，这油真不能再用了，都用了快半个月了。炸过鱼，炸过肉，现在又黑又黏，闻着有一股剧烈的酸臭味。咱们换过新油吧，也花不了几个钱。换什么换？你以为油不要钱啊？这一大锅油换下来好几百块呢，多放点葱姜炸一炸，味道就盖住了。看见没？这就叫技术。宝全哥，以前陈师傅说过，一锅油最多炸3次，炸过海鲜的绝对不能再炸素菜。咱们这么做会遭报应的。你再敢在我面前提那个老绝户试试？他规矩多，他现在在家里吃西北风，我没底线。我今天赚了2万，你给我搞清楚谁给你发工资？不想干，现在就给我滚！李四，帮我个忙，顺道去一趟宝泉酒楼，点2道招牌菜带回来，千万别说是我要的。孙大爷，买回来了，1份秘制红烧肉，1份招牌干炸鱼块。我今天非得亲自尝尝，这小畜生到底给主家吃的是什么迷魂药？这肉的味道不对，这不是人吃的东西，这是病死猪的烂肉。千滚黑油，他居然用这种致癌的毒油炸菜，他疯了，他彻底疯了！要是哪天吃死了人，咱们祖坟都得被刨了呀！宝全，丢了最要紧的东西。啥？良心吗？良心这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他丢的是厨子的命。他以为用调料盖住臭味就能瞒天过海，他以为用低价糊弄乡亲就能发大财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口锅底下烧的不是柴，是人命关天的敬畏。老孙，记住今天这个日子，刘宝元已经完了，老天爷不收他，这10里8乡老百姓也迟早会收了他。老陈，话虽这么说，他跟着你干了8年，把陈家灶的菜谱、配方、火候、时间全都摸得门儿清。他现在用这些赚钱，咱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老孙，你错了，配方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哼，他偷得走那几张纸，偷得走几钱酱油的比例，但他偷不走藏在锅底下的魂。魂？
啥是魂？老孙，咱们一天要在灶台前站10几个小时，烟熏火燎，这魂儿就是一种怕。肉切的不均匀，怕老人嚼不动；油温高了1度，怕鱼炸糊了发苦；调料放重了，怕小孩子吃了上火。这种怕是几十万次颠勺，生生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刘宝全聪明，学得快，但他胆子太大了，他连吃坏人肚子都不怕。一个连食客都不敬畏的厨子，炒出来的菜就是没有灵魂的饲料。说得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老孙头就算天天喝凉水也值了。那没有魂儿，早晚翻船。所以咱们不用急，好好守着这口锅，等潮水退了，孰是孰非，大家伙看得一清二楚。哟，这不是赵大老板吗？哈哈，听说你儿子结婚在宝泉酒楼摆了30桌，那排场10里8厢独一份啊！怎么有空来咱们这要饭的破院子了？哼！孙大爷，您就别拿我开涮了。老陈呢？赵婶子有事吗？老陈啊，我瞎了眼啊！我今天来是专门来给你赔不是的。赔不是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哼，老陈，那宝泉酒楼看着气派，可是那菜它不是给人吃的呀！那红烧肘子肉全是死疙瘩咬不动，一股臭塑料味儿，亲戚们筷子戳了2下就全放下了。30桌，12000块砸进去，客人都戳我脊梁骨。我亲家母说我拿猪食糊弄他闺女，我这脸色是彻底丢尽了。哎呦，400块钱一桌呢，吃点塑料味怎么了？排场大就行了呗。孙大爷，我错了，便宜没好货是真理呀。老陈，下个月我娘家侄子满月酒，我能再来找你做席吗？我保证不还价。鸡蛋拿回去吧，陈家灶的门永远开着。活该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老陈啊，在家呢。老陈叔，这过年了嘛，来看看您。那什么，年前我们家那场升学宴，还是得请您过去掌勺。宝泉那边太花哨。哼，哎呦，前一阵子不是嫌咱们贵，跑去吃星级大酒楼了吗？怎么着，孙大爷？别埋汰我们了，咱们真知道陈师傅的好了，那铁锅炖的才是真材实料啊！王队长，二狗坐。日子定了没？定了，老陈，就腊月18，以后我们村所有的席，除了你陈家灶，谁来也不好使。发财了，净利润达到了30万。老子以前在陈望田手下干8年也赚不到这么多。宝泉老板，这都是您英明神武，您发明的降本增效，那些乡巴佬懂个屁，随便给点预制菜大油星就吃得满嘴流油。30万还不够，从明天开始我继续压缩成本。老板，咱们的肉已经是最便宜的冻肉了，油也是，再降的话怕出事。怕个屁！吃不死人就行，去联系快过期的冷冻碎肉，蔬菜全买烂菜叶子。只要排场大，价格低，那帮穷鬼照样来送钱。舅舅啊，你守着破规矩，有老子这种敢下狠手的人才能当王！哈哈哈哈哈！哟，这不是舅舅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新买的宝马刹车太灵敏了，没吓着您吧？舅舅，听说您最近接到活了，怎么那几个穷鬼回头客让您赚了几个包子钱，您就乐得颠颠的了？您看看我那儿，天天爆满，下个月的流水席档期都排满了。省下来的那叫昧心钱。你给客人吃那些快过期的烂肉，用黑油炸菜，你真以为没人吃得出来？迟早要出大事。出什么事儿？我赚了几百万，谁吃死了？舅舅，现在这年代会省钱才是本事，您那套过时了。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宝泉，你的路走到头了。刘大妈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肉炖的不够烂，塞牙了？望田啊，大妈是感动。我这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全靠你每个月这顿饭，让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我。等我儿子调回来了，我一定让他给你磕头。大妈，说啥磕头不磕头的？我就是个颠勺的，能让您吃得高兴，我这手艺就没白学。您快趁热吃。爸，您看您的手裂得像松树皮一样。
连血管都看不清了。这茧子厚了，端热锅才不烫手呢。爸没事儿。爸，别干了行吗？我现在在卫生院转正了，有工资了，虽然不多，但养活您和孙爷爷足够了。咱们把陈家灶关了吧，这流水席太伤身体了。爹除了颠勺，啥也不会。小雨，爸13岁就在灶台前劈柴，20岁掌勺，这是爸的命，也是爸的魂。只要这10里8乡还有一个人愿意吃陈家灶的菜，爸这口铁锅就得一直烧下去。我的天，这肉丸子怎么这么弹牙？绝了！我吃过镇上宝泉酒楼的席，跟您这一比，他们那就是喂猪的泔水。以后我们村谁家办喜事儿，我拼了命也得拉到您这儿来。听说了吗？首富郑家老太爷下个月80大寿，听说这次要大办，预计100人席。郑家的百福寿宴，这是老天爷给我准备的龙椅呀！宝泉老板，这郑老太爷可不好伺候。听说他年轻时是顶级大厨，嘴巴都刁得很。懂个屁！他一个80岁的老不死，能吃出什么好坏？只要我排场搞得大，他郑家还不得乖乖把钱送上来？老陈，出大事了！镇上首富郑家要办百城寿宴，今年最大的单子。刘老板，我家老太爷次80大寿，预计100人席，这排场你接得住吗？郑老板，在咱们这10里8乡，除了我宝泉酒楼，谁还能接得住？澳洲大龙虾、至尊红烧肉，所有的盘子一律用最大号青花瓷，12个旗袍迎宾小姐列队上菜，那排场绝对体面。排场是不错，不过这价格嘛，我听说陈望田做席口碑也很扎实。郑老板，您怎么还信那种乡下老土把式？陈望田一桌敢收您800，但我懂规模化运作，500，只要500块一桌，我纯当交您这个朋友。刘老板，你这价格确实诱人，但是味道和卫生你得保证。您放1万个心，有半点差池，我拿脑袋给您担保。好，刘老板痛快。500块，他居然敢报500块接100人席，他这摆明了是要用那种猪狗不吃的化学垃圾去糊弄郑老太爷。老陈，这可是100人席，咱就不能够去争一争？只要现在去告诉郑老板，刘宝全用的是地沟油和僵尸肉，凭你的招牌，绝对能抢回来呀！争来的不叫手艺。老陈，你说啥？老孙，咱们是厨子，不是街头的混混。陈家灶的活从来都是主家心甘情愿请咱们去做的。可是那是100人呐，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人各有命。兄弟们，郑家的80大寿100人席被我拿下了！这不仅仅是一场100人席，这是咱们宝泉酒楼的封神之战！以前这10里8乡只有陈望田敢接100人席，但是现在时代变了，他不敢做的，我敢。我要用这场寿宴彻底把陈家灶从镇子上抹去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刘宝全才是这10里8乡唯一的新厨王。疯了，用那些毒东西去做100人席会出人命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要多少？100人席的肉量，老规矩，
专挑便宜货给我。这批排骨压了快3年了，3块钱1斤，大火一炸，多放辣椒面，绝对吃不出来。好，全给我装车。这是回收提炼的复合油，2块51一斤。千万别直接炒青菜，有怪味儿。呵呵，老子全是大油炸的预制菜，来50桶。刘老板，这鸡死因不明，放的时间也长了，做百人席，万一吃坏人，关你屁事儿！老子要的就是便宜，进了我后厨，就算是坨屎，老子也能把它调成燕窝的味道。装车，发财了！你们知道这郑老太爷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吗？往前推50年，那可是省城大酒楼的头牌大厨。我的乖乖，原来首富老太爷以前也是颠勺的呀！可不是，这郑老爷子有条黄金舌头，什么地沟油、香精肉，不用吃，闻一闻就知道。所以老陈啊，刘宝全用500块去接着烫手山芋，想瞒过郑老爷子那张成精的嘴，他这次要栽大跟头喽！哈哈哈哈。那我真想见见，如果能给这样的前辈做一顿饭，哪怕1分钱不收，也值了。可惜，他这80大寿却要被那种烂心肝的东西给糟蹋了。刘老板，今天这排场布置的不错，够气派。我家老太爷马上就出来了。你们后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郑老板，您就放120个心吧。今天这顿百人席，我保证让大家吃得满嘴流油，终生难忘。陈望田啊，陈望田，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做大席。这天底下只有钱才是最管用的规矩。郑老太爷到！祝郑老太爷福寿安康，寿宴正式开席！上菜喽！这摆盘绝了，这哪里是做菜，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！刘老板干得漂亮，这500块钱一桌，能吃出5星级大对店的排场，我郑某人今天是真长脸了。郑老板您满意就好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别光看，赶紧招呼大家动筷子吧，这菜啊趁热吃才香。一群没切扯之面，连100块都不到，这排场就是专门用来忽悠你们这些爱面子的蠢货的，哈哈哈，赚翻了！怕什么？你看在这里多轻松。把这些塑料袋里的菜往锅里一倒，加热一下就出锅了，这多省事儿啊！下水道黑油的味道，这肉是烂的，不能吐。今天谁都能乱，郑家不能乱。爸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大家都动筷子吧，别客气。二狗，你吃这鱼了吗？怎么一股子死耗子味儿啊？这肉也是又硬又柴，咬得我腮帮子疼。王队长别提了，这汤才是真邪门，喝进去满嘴全是味精和一股子刷锅水的味儿。哎呦，这宝泉酒楼怎么做菜的？这肘子看着红亮亮的，怎么一吃全是油漆味儿啊？这油吃的我嗓子直发黏。就是啊，这食材绝对不新鲜。你看看这虾，肉全是软趴趴的，这哪里是办寿宴，这是喂猪吧？一群还不是吃得津津有味儿？只要调料放得够足，就算给你们上一盘狗屎，你们也会夸香。爸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可能刚才那口肉太腻了，胃有点不消化。等散了席，吃点健胃消食片就好。郑老板，今天这席面您看还满意吧？大家伙都吃得尽兴着呢。刘老板辛苦了，这排场确实没得说。这是尾款，你点点。郑老板办事儿我还能信不过，那我们就先撤了。老子是天才，老子就是商业奇才。陈望田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赶上我，疼死我了！大夫，救命啊！管家，管家，快去拿药！哎呦，我的胃！老爷，大老板，不好了，老太爷出事了！爸，您怎么了？您别吓我啊，爸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打120，快打120啊！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整个镇子陪葬。
急性性休克，心率下降极快，快上呼吸机，准备强心针，立刻送县医院抢救，这儿的设备根本不够。刘宝全，你这畜生，你给我下毒！哎呀，急性中风炎的患者往左边靠，出现休克症状的马上推进抢救室1号床。小雨，快去库房把所有的消炎药、止呕药搬出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急症？王叔，你们这是吃什么了？怎么突然病倒这么多人？小雨啊，我们今天全都去参加了郑老太爷的寿宴，在那个宝泉酒楼吃的饭，刘宝全那个杀千刀的，他给人吃毒药啊！陈师傅说的对，那鱼和肉是臭的，油是黑的呀，我们瞎了眼才去他那里吃席啊！主任，立刻向上级医院请求支援。谁呀？大清早的叫魂啊！不知道刘老板在休息吗？宝全老板，出大事了，天塌了！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慌什么？是不是又有大单子找上门了？告诉他们要订大席，排队到下个月。不是大单子，是调查组，是调查人把咱们酒楼给包围了。昨天晚上参加郑家寿宴的人全进医院了。听说郑老太爷连夜被转到了市里的 ICU， 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现在半个镇子的人都在急诊室躺着呢。本台最新通报：昨夜我镇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集体饮食不适事件，涉事门店宝泉酒楼已被暂扣管控，门店负责人刘某已被相关部门登记管控，勒令限期筹措伤者补偿款项，接受后续合规核查。呸！什么新厨王，就是个谋财害命的畜生！听说那后厨里的油都黑得发臭了，全是用病死猪肉做的菜。郑老太爷现在还在 ICU 里，没脱离危险呢。我的老天爷啊！菩萨保佑，真是菩萨保佑啊！我上个月差点就把我娘家侄儿的满月酒订在那个黑店了。400块一桌，送大龙虾，我真是猪油蒙了心。为了省那200块，差点把全家老小都搭进去。咱们以前都觉得陈望田死脑筋，规矩多，现在才知道，人家那口老铁锅里熬的是真正的良心。经查实，被告长期使用有害食材，致使53人身体不适，伤者仍在重症监过室观察。事实清晰，证据完整。我方代表受害家属及全部伤者，申请赔付各类医疗精神补偿金共计380万，我方绝不出具谅解同意文书。根据食品管控条例，全额收告违规所得，追加200万处罚金，永久吊销经营资质。我没钱啊！我账上只有100多万了，我真的赔不起啊，调解员大人。没钱？名下所有资产统一暂扣管控，差额部分强制执行，列入公示黑名单。该，这种黑心钱怎么吃进去的就得怎么吐出来，这叫现世报，这就叫天道好轮回。小兰，咱们这么干能行吗？这酒楼可是被封了。怕什么？刘宝圈欠了咱们2个月工资，他落得这下场，咱们找谁要钱？这不拿点东西抵债，咱们就白干了。大军，快卸绞肉机，还有那些名贵调料，卖给小作坊也能值不少钱。什么厨王名头，到头来连一把好刀都保不住。
陈师傅，郑某人今天是来给您赔罪的。陈师傅，老爷子说80大寿没过成，想下个月初8重办，他不求排场，只要东西真。老爷子点名，只要您陈家灶那口老铁锅炖的家常菜，您能出山吗？郑老板，既然老太爷信得过我，这场席我陈家灶接了。热锅，下油，下肉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这是真正的灶火气呀！好吃。这鱼绝了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全是鲜甜。绝了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白菜，这才是人吃的东西啊！这顿饭吃完，我感觉之前在酒楼中的毒，全被这纯正灶火气给解了。爸，你慢点。陈师傅，请过来喝杯水。老太爷，菜还合胃口吗？陈师傅，你这口锅里炖着规矩，炖着良心，炖着咱们手艺人的魂儿。郑某人今天服了。喂，对，陈家灶。啥？下个月15办结婚酒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张老板，下个月档期排满了，改不了，您去别家。好嘞。孙大爷，大爷，行行好，给我侄子排满月酒，我礼数都备齐了，这次一次性定好。各位乡亲，感谢信得过陈家灶，接不了不硬接，接了就保质保量。今天交定金的，菜色分量绝不打折。好，有陈师傅这话，等多久都愿意。陈师傅，我是副镇长刘卫国，我代表敬老院20多位老人向您致谢。镇长您太客气了，我就是顺手做顿软和饭，不值当谢。李局长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大国官将，这就是百姓良心。您守住的锅的干净，政府守您的青天。好，政府这榜贴的太对了。咱们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放着金子不要去捡刘宝全那坨臭狗屎。陈师傅来了，快看！陈大厨，您这榜样，咱们镇上服气。乡亲们，谢谢了。我陈望田就是个做饭的，只要大家不嫌铁锅黑，我就接着给大家做。老板，您这儿缺人吗？我切菜快，以前是大厨，不要工钱，管2顿饱饭，晚上让我搭个铺就行。天上掉馅饼啊！以前在哪儿干的？在下面乡镇干过流水席。等等，你是不是那个下毒害人的刘宝全？还敢找活干？你用黑心油差点毒死110号人，老子收了你招牌还要不要了？滚！
吃霸王到了陈家灶的地盘，还保。舅舅，对不起，我明天就要去大西北找下苦力的活干了。临走前，我想来给您磕个头，给这口锅磕个头。保全，灶火不熄，人就有盼头。这口锅里炖过黄连，也熬过冰糖。人这一辈子就像火，有旺有灭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错了要认，认了要改。老天爷公平收回了你的一切，但只要你这口气还在，双手没废，哪怕去搬砖挖煤，那都是极其干净的血汗钱。好好活着。开席！开席！真香啊，还是那个味儿，还是那个味儿。